当下，中国各地政府和城投平台的债务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地方财政。媒体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地方城投债务余额至少达到68万亿元，仅天津一地的政府公开承认城投债务就高达1.7万亿元。与此同时，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也已达到41万亿元，中央政府债务余额39万亿元。这样一来，中国政府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48万亿元，相当于 GDP 总量的117%，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。2023年，中国地方财政赤字高达4.88万亿元，中央财政赤字4.16万亿元，两者合计已达到9万亿元。与此同时，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新增发行了约20万亿元债务，大部分用于救债续展，所以实际净增加债务约为6万亿元。如此看来，2023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净新增债务总额就高达15万亿元，占去年债务余额的11.2%。如果政府债务以这样的速度持续增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假设中国经济能够保持5%的增长速度，10年后 GDP 总量可达200万亿元。而如果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每年以11.2%的速度增长，10年后总额会达到430万亿元，高达 GDP 的210%，这将使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，步入债务陷阱。但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预测是建立在 GDP 数据真实可信的基础上。外界分析认为，中国 GDP 增速存在严重虚报，2023年真实增速可能仅有0%至2.5%。联合国预测，203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至2%至3%。如果增速持续下行，政府收入将受到严重冲击，而随着人口老龄化，各种政府支出会大幅增加。如此一来，10年后政府债务比 GDP 的比重完全有可能超过250%，堪比或甚至超过日本当前263%的债务率。北方最大城市之一的天津已宣告破产，政府收支严重失衡。最近，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天津也传出破产的消息。天津市负债情况已经严重失控，地方政府一把手为摆脱责任，主动表示天津负债率已达500%，基本处于破产状态。据传，为应对财政危机，地方政府一把手提出了减少公务员福利的措施，包括停发补充公积金、大幅削减奖金福利、裁减公务员队伍等，希望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。但这显然杯水车薪，难以根本扭转局面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22年天津政府性基金收入仅423亿元，同比下降62%。2023年前11个月收入517亿元，仅比上年同期增长44%，但同期基金支出就高达1270亿元，严重超支。2022年天津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846亿元，2023年预算收入2027亿元，其中税收收入仅1578亿元。与之相比，2022年底天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就达到8890亿元。更严重的是，这还不包括天津各城投平台的庞大债务，仅2022年8月，天津城投平台的有息债务就高达1.7万亿元。如此看来，天津政府性债务和城投债务合计已超过2.6万亿元，远远超过其财政收入。发行新债基本只能用于救债续展，已陷入危险的债务链。各地城投平台成地方政府最大负债祸根。不仅天津，在过去10多年中，各地政府通常依靠城投平台大量举债，用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建设，这无形中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负债祸根。以天津为例，其专项债务与 GDP 比率高达42%，全国第一。
这些专项债务主要依靠政府性基金，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。但近年来，随着土地财政收入急剧萎缩，各地偿债能力出现问题。2015至2022年，天津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专项债务的比例从 50% 暴跌至 6%。与此同时，重大项目支出与专项债务的比例也从 8.72% 下降到 2.88%。可见，各地城投平台举债建设项目的能力已明显弱化。各种问题交织，2024年中国经济前景堪忧。中国各级政府和城投平台存在严重的债务风险，已开始陷入危机。同时 ，GDP 增速放缓、人口减少、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等问题交织影响，中国经济前景堪忧。2023年形势已经十分严峻，2024年可能会更加动荡，政府债务很可能失去控制。这将迫使政府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手段，破坏金融规则，甚至可能采取无锚定印钞方式。但这样的做法也将导致人民币加速贬值，债务进一步失控。一旦出现金融危机，可能导致经济彻底崩溃，政局动荡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。一旦出现金融危机，可能导致经济彻底崩溃，政局动荡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。随着债务危机爆发，人民币大幅贬值，通货膨胀失控，民众的存款被高速侵蚀，大批企业破产停工，失业率飙升，年轻人失业在家无所事事，能找到工作的人，工资也难以为继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。由于财政入不敷出，政府无法正常运转，基础设施建设停滞腐朽，基本公共服务难以为继，医疗卫生、教育等资源严重短缺，再也无法覆盖广大群众。道路交通陷入瘫痪，粮食供给受阻，商品加工，各地频发骚乱暴动，社会秩序乱了套，治安情况堪忧。当局为维持管控，只能进一步增强镇压力度，广泛实行网络审查和舆论管制，大幅压制言论自由，同时限制人员流动，各种管制也使正常经济活动陷入停滞，人心涣散，民怨沸腾，民众对政府彻底丧失信任，社会道德崩溃。一时间，中国社会出现了许久未见的动荡混乱，人民生活陷入绝望的困境。还有办法续命吗？当然有。要避免这一切，就必须正视目前严峻的现实。在过去一年，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大幅放缓，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泡沫。与此同时，人口红利正在消失，生育率跌至历史最低点。再加上疫情管控导致的各行各业萎缩，中国经济长期低迷的态势已经形成。如果不能尽快扭转这一趋势，财政入不敷出，债务失控就将成为必然。必须拿出魄力改革应对这些深层次挑战。在金融领域，必须严格控制地方政府举债，遏制投资泡沫。在财政方面，要大幅压减建设项目支出，坚决避免浪费。同时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，培育新兴产业，提高创新能力。此外，还要深化改革开放，打破利益集团藩篱，释放社会活力。只有这样，中国经济才能焕发新的活力，避免陷入危机与动荡。然而，那位质朴刚健的大饼师傅，你永远也无法预料他何时会突然想起要给大饼翻面。因此，结局似乎是命中注定的。